禽兽！你怎么能这么糟践我？我就算是庶女，也是清清白白的姑娘，你怎能趁着姐姐不在对我动手动脚？我没有，月儿，我根本没碰她，是她在污蔑我。天书真的应验了。3个时辰前，未婚夫班师回朝。月儿，这是庆功宴的请帖，今晚在将军府，你一定要来啊！好。好姐姐，苏将军对你真好，庆功宴也带我去见识见识吧。这庆功宴上全是武将，我怕你会不习惯。求你了，姐姐，我也想趁这个机会找一位如意郎君呀。好，带你去。我就知道，姐姐对我最好了。苏夫人，大家瞧瞧，我家那臭小子总算是回来了。这下他终于能抱得美人归了。哟，咱们苏大将军在战场上杀敌如麻，回了家瞧见媳妇儿，倒被酒呛着了。景泽，这还没过门呢，魂儿就给勾走了。姐姐，苏将军满眼都是你，真叫人羡慕坏了。1个时辰后，林婉辉衣衫不断地躺在苏景泽身边，他们被所有人捉奸，苏景泽被迫无奈娶了她，终生驻守边关，再也没回来。怎么会？阿婉明明说只是来觅得如意郎君，他竟然要毁了我！阿婉，看什么呢？这么入神？没什么，就是觉得苏将军今日那身甲胄可真威风。月儿，你脸色怎么这么白？是不是这屋里太吵，身子不舒服？没事，就是觉得有些闷，歇会儿就好了。额头全是汗，别硬撑。今天你是主角，那么多双眼睛看着呢，快回席上去，别在我这儿耽误太久。瞧瞧，这还没成亲呢，就当着咱们这么多人的面黏糊上了。你坐会儿，不舒服一定要叫我。阿婉，你先前说想觅得如意郎君，今日宴席这么多年轻俊才，你可有看上的？若是有，姐姐替你引荐。姐姐说什么呢？哪能这么随便就？今日来的有礼部侍郎家的2公子，户部尚书的侄儿，还有……姐姐，你别问了，我心里有数。若是有了合适的，我自会跟你讲。只是现在还不到时候。金光天启是真的，阿婉真的存了爬床的心思。扶我离场，就说我去散散酒气。月儿，阿宁说你脸色很差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景泽，你听我说，今晚你必须听我的。第一，今晚无论如何远离林婉，不许和她单独相处，不许让她近你的身，哪怕她跟你说一个字，你也不许接。林婉，你那个庶妹。第二，从现在起一滴酒都不许再喝，谁来敬都推掉，就说身上伤还没好利索，谁的面子都不给。我。第三，不许一个人，阿宁和阿少必须时刻守在你身边，少一个都不行。月儿，你跟我说实话，出什么事了？林婉到底做了什么？景泽，林婉今晚不安分，她一直盯着你看，你信不信我？我信你，你说什么我都照做。好，记住你答应我的。姐姐去的好久，妹妹等的花都要谢了。各位，阿婉今日乏了，不如我们先告辞，免得熬坏了身子。也好，小姑娘家的确实不该熬太晚。月儿，你路上仔细些。阿婉，走吧，我们回家。呀！方才好像有位婢女撞了我一下，
这可怎么好？姐姐，我去更衣吧。去偏庭帮二小姐更衣，把我那件藕荷色的斗篷拿上。去偏庭外头守着，青乌一出来你就立刻来回我，快去！2刻钟了，素兰没回来，青乌也没动静，我有急事，失陪。家自己亲公苏将军平日瞧着正直，怎能背地里做出这种禽兽不如的事？她可是林大小姐的亲庶妹啊，这都下得去手，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。我没有，玉儿，我没有碰她，我真的没有，是她。景泽，你到底干了什么混账事儿？母亲，我说了，我没有。我进屋，她衣衫就已经乱了，我刚转身，她就尖叫起来。衣裳都成那样了，总不能是人家姑娘自己撕的吧？苏将军自己也衣衫不整，这还怎么赖得掉？就是，总不能是人家姑娘脱了衣服往他怀里钻吧？苏夫人，这事儿你可得给人家姑娘一个交代。照我说，苏将军既然已经做了这事儿，总得对人家负责不是？是啊，这可是清白大事，不娶说不过去。再说了，苏将军本来就是要娶姐姐的，如今换成妹妹也不算太离谱，横竖都是林家的，谁家不是家？婉儿，先别急着哭，我的贴身丫鬟青雾呢？姐姐，我没看见青雾姐姐啊，我一进门就被那样对待，哪还顾得上什么丫鬟？对啊，我方才分明是看着林大小姐的丫鬟陪着更衣的，这人去哪儿了？青乌、素兰都不见了，就算他们拦不住事，也断不会凭空消失。你现在就去找，把整个院子都给我搜一遍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姐姐，我知道你心里难受，可事情已经到了这步，我的清白全毁了，这辈子也算完了。事到如今，我也不瞒姐姐了。其实我与苏将军早就认识了。将军班师回朝那日，来府里给姐姐送请帖，他下马的时候特意看了我一眼，后来他便托人递了信给我，说那日惊鸿一瞥，便再也忘不掉了。天爷，原来是早就勾搭上了，这苏将军真是……胡说什么？我什么时候给你递过信？我甚至连你是谁都不知道。将军，你明明说你今日当着众人的面不肯认，难道我庶女的身份就这么入不得你的眼，只配你？够了！我的婉儿，一个清白姑娘家就被这样欺负，这可让我们娘俩以后怎么活？老爷，婉儿的清白全毁了，这事儿若是苏家不肯公道，我们娘俩现在就撞死在这儿。住口！苏夫人，事已至此，您说这事儿该如何了结？哼，既然如此，月儿，你与苏家的婚事，我太了解我这个好父亲了，他接下来的话定是要我把婚事让给林婉。父亲，青乌还没回来，等他回来把话说清楚，再说其他也不迟。等什么等？婉儿的清白都被糟蹋成这样了，你还要等什么？林月，你心肠怎么这么硬？你是不是巴不得婉儿现在就去死？姨娘，我的贴身丫鬟青乌是陪着她进的偏厅，如今婉儿在这儿，她却凭空不见了。您难道一点都不好奇吗？爹，女儿真的没法活了。女儿不求别的，只想让苏将军给个说法，哪怕只是给个名分，保住女儿的脸面也好，不然女儿真的只能去死了。苏将军，事已至此，你若是还不肯认，小姐，奴婢有罪，奴婢没看出二小姐，可奴婢是被人从后头打晕的。刚才奴婢陪二小姐进来更衣。青舞，我有些口渴了，去给我倒杯热茶去吧。奴婢刚转身去倒，后脑勺就挨了一闷棍。
等奴婢再醒过来，人已经被塞进后院的柴房里了，嘴里塞了布头，手脚绑得死死的。小姐，此事定有隐情。别急，慢慢说，当着大伙的面说清楚。奴婢刚刚所说句句属实，奴婢刚转身就被打晕了。等奴婢再醒来，已经在后院柴房了，嘴被堵着，手脚也被绳子绑死了。若不是小姐派人去找，奴婢怕是死在里面都没人知道。奴婢伺候小姐6年，从未撒过谎。今日所言若半字虚假，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这丫头说的真切，连勒痕都有。若是被打晕塞进柴房，那偏厅里发生的事儿可就耐人寻味了。既然青梧从头到尾不在场，那我倒要问问婉儿，你说苏景泽邀你来偏庭相见，谁看见他邀你了？谁能作证？是他派身边的随侍来给我递的话，我不知道那人叫什么，反正就是他身边贴身伺候的人。哪个人？长得什么样？高矮胖瘦？穿的什么衣裳？说话是什么口音？当时天太黑了，我没看清。二小姐，我儿身边的随后不多，今日入席的统共就阿宁和阿赵2个。既然你说是贴身侍卫，那便好认了，到底是他们中的哪一个？我真的记不清了，当时太急了，我记不清了。记不清了？阿婉，你连是谁传的话长什么样都记不清，倒记得清楚将军半月前在马上看你那一眼，你这记性可真是够挑剔的。没有，不是，我不是。哎，瞧这二小姐哭得梨花带雨的，就算记不清随从，这身子受的罪总不是假的吧？是啊，林大小姐也太咄咄逼人了，亲妹妹受了委屈不想着宽慰，倒像是在审犯人。这偏厅的门锁，方才有人查过了吗？回大小姐，老奴几个方才瞧过了，门锁是完好无损的，是从里头插上的。来人，翻出去瞧瞧，窗台下头有什么？这玉佩是谁的？瞧这祥云纹的样式，成色这么好，应该是哪家公子贴身带的物件。诸位，请看清楚了，这玉佩的成色与纹路。二公子，方才众人都没主意的时候，属你劝的最热心，口口声声说将军该对舍妹负责。既然你这么深明大义，不如你顺便解释解释，这枚本该在你腰间的玉佩怎会掉在偏厅下的泥地里？玉月姐姐说笑了，我的玉佩好端端带着呢，怎么可能在？天哪，还真是苏家二公子的东西！深更半夜的，二公子的贴身玉佩掉在偏厅窗户根底下，这事儿可越扯越大了。这翻窗而入的另有其人。哥，是你弟，是你偷了我的玉佩，故意栽赃我，是你干了丑事，怕人知道才拿我当挡箭牌，你太狠了！栽赃！苏景安，你真当着将军府的亲兵是你那些狐朋狗友，所以信口胡沾。禀老爷夫人，属下2人奉将军令，今晚全程随侍在侧，从主桌离席到假山花园，所经之地，所见之客，府内管事与侍女皆可作证。将军一直与属下在一起，倒是不知二公子何时丢的玉佩，竟能丢进这只有女眷更衣的偏厅窗下。今日是我的庆功宴，圣上赏赐，百官登门。你作为苏家庶弟，从头到尾不在席上尽礼，反而在这偏厅窗外留下脚印。苏景安，你到底去哪儿了？我那是喝多了酒，去园子里醒酒了。谁规定醒酒一定要在席上？醒酒醒到阿婉更衣的窗根底下去了。二公子这酒醒的可真是地道，真是悄悄事啊！护卫，那人要跑。那是我的贴身随从，他只是去给我拿披风。拿披风？我看是做贼心虚。来人，
老实点！小姐，有东西！这味儿，这帕子不对劲儿。回小姐，这帕子里浸透了药，是市面上最下等的蒙行药，里头还掺了大量的曼陀罗粉，只要往口鼻上一捂，就算是大汉也能一吸转眼就倒。诸位请看，这就是他们留在现场的罪证。我那丫鬟轻无后脑受的一棍子是灭口，婉儿你衣衫不整，在这偏厅演的脱衣戏是栽赃。苏二公子藏在窗台上的那2枚泥脚印是铁证，再加上这块能让人瞬间昏迷的迷药帕子，你们2个，一个是我的亲妹妹，一个是将军的亲弟弟，竟然敢在这举国同庆的庆功宴上合起伙来，要把这一盆子压脏水泼在苏将军头上！你们就是要逼着将军在众目睽睽之下认下这桩丑事，逼他娶了林婉，再顺理成章的让我把婚事，把这将军府的正房之位拱手让出来，好达成你们不可告人的勾当，对吗？姐姐，不是的，姐姐，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的主意，是苏景安，是他逼我的。他说苏将军是个只知道打仗的蠢货，只要我能嫁进苏家，他就有办法把苏家的家产一点点挪出来，到时候分我一半。姐姐，我是被他利用的呀！你闭嘴！贱人，你给我闭嘴！明明是你先勾引我的！你说你早看上我哥了，却只能当个庶女不甘心，求着让我帮你出主意，是你先找上门来的，现在想把我甩出去，门儿都没有！没天理了！我的婉儿，你怎么这么命苦啊！老爷，你快救救孩子，婉儿要被这丧良心的苏儿害死了！还有脸哭？看看你教出的好女儿，把林家的脸面都丢尽了！老夫这一世清明，全毁在你们母女手里了！夫人，快扶住夫人！孽障！你这个丢人现眼的孽障！苏家的门楣全让你给踩进泥里了！我孽障！父亲，你眼里何曾有过我这个二儿子？你只看得到他的战功，何曾看过我的苦心？若不是他占着嫡长子的位置，抢了本属于我的一切，我何至于走到今天这一步？景泽，这东西该物归原主了。那些阿扎算计弄不脏你的衣甲，你是守卫边关的大将军，不是给他们随意攀咬的头脑。这公道我替你讨。月儿，若不是你，我今日怕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护卫，立刻去京兆府报官。今日之事不仅关乎苏府名声，更关乎将军清白。我林月绝不私了，我要请青天大老爷亲临，当着全京城百姓的面，将这些恶心的算计一寸一寸查个水落石出。姐姐，不能报官，万万不能报官！这要是报了官，林家的名声还要不要了？姐姐，你听见了吗？传出去，苏家的脸面也挂不住啊！你可是指了婚，马上就要嫁进苏家的人，若是闹到公堂之上，你就不怕丢人？你就不怕全京城的人都在背后戳你的脊梁骨吗？脸面丢人？你合谋苏景安往我未婚夫身上泼阿扎脏水的时候，怎么没替我想过脸面？你在这偏厅里脱了衣裳，恬不知耻的想躺在他身边的时候，又何曾想过苏家的脸面？月姐姐，你这话未免说的太重了。报官？报什么官？那玉佩是我前几日不小心丢的，谁知道怎么就这么巧掉在窗台外头了？许是哪个手脚不干净的下人捡了去，随手扔在那儿了。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总不能凭一块玉佩就血口喷人吧？丢了好几日，
那泥脚印上的泥可还是潮的呢。你方才亲耳听见了，你家公子说他那枚玉佩可是前几日就不小心丢了的。既然是前几日丢的，那这窗台根下的泥印子，莫非是鬼踩出来的不成？这可是杀头的诬告罪，你若再替你主子顶光，京兆府的板子落下来，你还有命拿那赏钱吗？小姐饶命！小姐饶命啊！不是奴才要干的，是公子，是二公子让奴才干的啊！二公子早就算好了时间，让奴才一直躲在后坛墙根底下猫着，等条件青梧姑娘陪着二小姐进偏厅更衣，奴才就从后窗翻进去，趁她转身倒茶的时候，朝她后脑勺狠狠给了一闷棍。人呢？二公子，奴才在这候着呢。偏庭那边，二小姐还没过来，您别急。她不敢不来。公子，这东西拿着，塞进怀里藏好。一会儿你翻窗进去，趁那丫鬟转身倒茶的时候，照她后脑勺来一闷棍。这帕子是给你防身用的，万一那丫头醒了，你就直接捂住她的口鼻，往死里闻。二公子，万一被人发现了怎么办？这可是杀头的罪啊！怕什么？事成之后我赏你50两银子，够你回乡下买几亩地娶媳妇儿了。只要今晚比我大哥娶了林婉，换上个能让我拿捏的媳妇儿，这苏家迟早是我的，到时候少不了你的好处。公子放心，奴才一定办妥。青梧，我有些口渴了，去给我倒杯热茶去吧。是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快把人拖出去！绑好了？绑好了。公子，这迷药帕子奴才用不上吧？他这一棍子挨得结实，一时半会儿醒不了。10两定金，事成之后剩下的40两1分不少。把门锁上，在这守着，别让他醒过来。要是醒了，你知道该怎么做。药效还要等一会儿，苏景泽那边我已经让人把他过来了。事成之后，你就是苏家少夫人。记住我们的事，家产1人1半，各取所需而已。他就赏奴才50两银子，奴才也是一时猪油蒙了心啊！是他先勾引我的，是他先找上我的。他说他受够了林家，看不上那些穷酸叔子，也看不上满身铜垢的商户子弟。他说他林婉这辈子一定要嫁进将军府当主母。天哪！这林家二小姐瞧着温顺，背地里竟有这等野心。他还说，只要能让她嫁给我哥，他就有法子从账面上做手脚，把苏家的家产一点点挪出来，到时候跟我平分。这些龌龊勾当全都是他亲口说的，我只是被他迷了心窍。当真是人不可貌相。哼，小小年纪竟算计到未婚姐夫家产头上了，林家的家教真是让人开眼。哼，为了家产合谋毁亲哥哥的一生，这二公子也不是个好货色。家产，挪用家产，孽障！我苏家怎么生了你这么个丧良心的孽障？你这是让祖宗在地下蒙羞啊！就为了那点家产，你就要和未婚妻的妹妹合谋，
不惜用这种下作手段毁我一生。在你眼里，我这个大哥，难道只是你夺产的绊脚石？啊！我的脸！你现在嫌我勾引你，苏静安，你哄我的时候怎么不说？你口口声声说只要我怀上你的孩子，你就去求你爹把婚事换成你，让我名正言顺进将军府。这些话是不是你说的？什么？竟然已经有了苟且？这哪是名门闺秀，简直是教坊司的娼妇做派！呸！我要不是看你贪财好骗，能碰你也不照照镜子，你一个庶女也配进我苏家的门？我不过哄你两句，你就忙不迭的往上贴。你胡说！当初是谁说苏景泽就是个只会打仗的蠢货，最好骗了？是谁说林月那个未婚妻是个摆设，最好糊弄？你说等苏家的家产到手，就带我远走高出去江南？你这个背信弃义的小人！啊！这反应莫非是有了？看这模样，怕是不止1个月了。林婉，我刚才可还没来得及往你肚皮上招呼呢，诸位都瞧瞧，他要是心术中正，要是真不贪财，能挺着个大肚子在这演戏？林婉，你要是不贪图苏家的富贵，你能怀上我的孩子？这盆脏水是谁泼的？现在各位看清楚了吗？父亲，您都听见了。阿婉肚子里怀着的是苏景安的孩子，他与苏家2公子早有狗齿，今日却合谋设局，要把这顶绿帽子扣在苏将军头上，毁了我的婚日，也毁了将军府的清白。这就是林大人教出来的好女儿，当真是让咱们大开眼界。父亲，您方才在众人面前说我们谁嫁给苏家都一样，现在真相大白了，阿婉与别人勾结，跑来污蔑我的未婚夫。您告诉我，现在可还一样？来人，把他们控制住。是。姐姐，你救救我！不是你看到的那样，我可以解释的。姐姐，你听我说，你救救我！放开我！我是苏家的2公子，我爹是老将军，谁敢动我，谁给你们的狗胆！2公子，苏家的门楣都叫你这种畜生败光了，还在这充什么主子？这就是自寻死路，报应啊！这林大小姐竟然随身带着止水墨砚，她怕是早就料到会有这一步，这是要断了那2人的后路啊！尚书夫人、侍郎夫人、林夫人、周老夫人，今日之事，林婉与苏景安如何合谋，阿宁与青梧如何证言，诸位皆是亲耳所听，亲眼所见。人心易变，泼天的罪名面前，难保之后不会有人翻供抵赖。所以林月斗胆，请几位长辈当场录下口供，签下名字，为今日真相做个见证。如此，才不负将军名声，不负公道2字。月丫头，你是聪明人，今日这公道若没个人记下来，之后怕是要成了一桩烂账。这口供，老身替你录。乔姐妹，林大小姐这一手绝了，有这几位夫人的亲笔见证，林婉和苏2公子就是想翻身也难了。是啊，从指认将军到那小厮招供迷药，一桩桩一件件，要是传到圣上耳朵里，那可是灭顶的罪过。确实该记清楚，林婉如何衣衫不整在这儿攀咬将军，又是如何亲口承认与苏2公子珠胎暗结，这些绝不能漏掉一个字。1.
陆林婉自坏名节，借更衣之名诱骗苏将军入室，指认其轻薄之实。2. 陆苏景安指使小厮以闷棍打晕青梧，并备下蒙养药曼陀罗粉之证。3. 陆林婉倾城与苏景安私通，并以怀有身孕，妄图赖入将军府。4. 陆苏景安谋划侵占长兄家产，合谋毁人一生之劣迹。多谢几位长辈为月儿为将军主持公道。来了，快看，是京兆府的人。娘，救我！救救我呀！这法子是你教我的。你说过，只要我活出脸面，在这偏厅里脱了衣裳，父亲为了林家名声也得逼将军娶我。是你说的，你说这富贵该是我的。你疯了！自己干了丑事还想攀咬我？阿婉说的没错，若无你在后头出谋笑话，凭他的胆子，怎敢在将军府的庆功宴上如此行事？母亲，你快替我拿个主意！苏将军眼里根本就只有林月一个人，我凑上去多少次，他连正眼都不给我。等庆功宴一过，婚期敲定，我这辈子就只能嫁个穷酸秀才，永无出头之日了。急什么？嫡女又如何？你娘我当年也不是正室出身，还不是照样在林府长了10几年家。男人最看重的从来不是明媒正娶，是生米煮成熟饭的事实。可那是镇国将军，不是寻常纨绔子弟。万一事情败露了，苏将军追究起来，我们母女俩都得跟着完蛋。败露？我都替你铺好路了，怎么会败露？苏家二公子苏景安早就跟我通了气，他恨苏景泽占着嫡子的位置，握着兵权，巴不得他身败名裂。咱们里应外合，这事万无一失。二公子愿意帮我们，他图什么？图什么？图苏家的家产，图将军的权位呗。等你嫁过去坐稳了位子，咱们再帮着他把兵权一点点挪过来，到时候整个苏家还不是咱们说了算。你仔细听好，庆功宴当天，你先缠着你姐姐带你去，席间你寻机会把热茶泼自己裙子上，借更衣的由头去偏厅。然后呢？到时候苏景安假借你姐姐的名义，把苏景泽骗到偏厅去，等他一进门，你就撕了自己的领口，弄乱头发，扯开嗓子喊人。满厅的文武百官、诰命夫人都在，众目睽睽之下，他苏景泽就算浑身是嘴也说不清。你爹最看重官整脸面，到时候肯定第一个站出来，逼着苏家认下这门亲事。可万一他宁死不认呢？万一他宁愿受罚也不娶我怎么办？傻丫头，你忘了你肚子里这团肉了？真要是闹僵了，你就装作受了惊吓，动了胎气。苏家老太太最盼着抱孙子，到时候就算为了孩子，她也得逼着苏景泽娶你进门。对，还有孩子，只要有了这个孩子，这将军夫人的位置就只能是我的。富贵险中求，你豁出去这一次，往后就是穿金戴银的诰命夫人，比你姐姐风光10倍。记住了，到时候只管哭，只管装柔弱，把脏水全往苏景泽身上泼，剩下的有娘给你撑着。我知道了，母亲，我全听你的。这一次，我要把姐姐的一切全都抢过来。你，竟然是你！是你毁了林家！老爷，我错了，我是鬼迷心窍，我不该惦记那将军夫人的位置，我错了。毒妇，我林家几代清明，全毁在你这对母女手里啊！卑职京兆府前正接到报官，说有人在此设局诬告，侵占家产。钱捕头，这是几位夫人的口供，这是二公子的贴身物，以及他随身小厮亲口招认的有药的帕子。人证物证俱全，来人，拿下！放开我！我是苏家的二公子，我爹是老将军，苏家的家产以后全是我的，你们凭什么抓我？到了京兆府大牢，看你还敢不敢自称公子！走！姐姐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我错了。
当你决定毁了将军，毁了林家的时候，你就该想到这个下场。诸位大人，各位夫人，今日之事乃是京兆府正式立案的要案，2名主犯已缉拿归案，后续案情审结自有公文公示于众。夜已深沉，诸位都受了惊扰，这便请回府吧。出门时跟着我手下差员走，莫要拥挤推搡。另外多句嘴，案情未定之前，还望诸位莫要随意揣测散播，妄振案情，传谣生事，按律也是要追责的。诸位贵客，请。真是造孽，好好的庆功宴闹成这样。那林家庶女看着温顺无害，心思竟这么歹毒。苏家这回也是栽大了，二公子竟做出这种龌龊事。将军，林大小姐，人我们先带回府衙严审，后续有了供词，或许二位佐证，衙门自会派人来通传。今日二位受惊了，也早些歇息。有劳钱捕头，秉公办理便是。我们赢了。小姐，案子终于结了。京兆府那边的判决刚下来，全京城都传疯了。怎么说的？苏景安的畜生，因诬告陷害、意图侵占家产、私通谋财，数罪并罚，判了流放3000里，这辈子都没指望回京城了。至于林婉，他因同谋罪、私德破坏，还伪造现场诬告将军，被判入教坊司为奴，终身不得赎身。那种地方，他这辈子算是烂在里面了。多行不义必自毙。那父亲呢？老爷因为管教不严，纵女行恶，被御史搀了一门。皇上大度，直接贬官，发配去了岭南最穷的县。听说圣旨下的那天，老爷整个人都坦了，林家的门楣算是彻底毁了。他纵着柳姨娘母女兴风纵浪这么多年，有今日下场，本就是意料之中。柳姨娘呢，出了这么大的事，倒没听见她的动静。自打林婉被带走，她就缩在自己院里，没敢露头。老爷都倒了，她一个无依无靠的姨娘，还能翻出什么浪来？大小姐，不好了！柳姨娘跪在咱们院门口，说求您开恩，救救老爷和二小姐。月儿，大小姐，我求求你，你救救婉儿，救救我吧！我给你跪下了，你不见我，我就一直在这跪着，见我一面吧。小姐，柳姨娘已经跪了好久了，要不要？不必理会。当初他们母女设局要毁我一生的时候，可曾想过有今天？苏老夫人、苏大人、苏夫人，好孩子，来，月丫头，苏家对不住你，更对不住你们林家，出了这样的丑事，委屈你了。老夫人保重身体，恶人已伏法，往事不必再提。老夫汗颜，今日登门便是厚着脸皮替那个逆子向你赔罪。月儿，以后让景泽好好待你，苏家欠你的，都让他替苏家还了。各位言重了，此事错在苏景安与黎林婉，与将军无关，更与苏家主家无关。清者自清，如今真相大白，便是最好的结果。你是个有气量的孩子，婚期不改，反而要办得比原定更风光，聘礼加倍，仪仗添办，让全京城都知道，我苏家明媒正娶的大少奶奶是你月丫头。大小姐，外面现在都在传，说您心狠手辣，容不下庶妹，把亲妹妹送进教坊司，还克得老爷贬官，是个煞星。还有人说，苏家这门婚事怕是要黄。流言传得这么快，显然是有人故意推波助澜。一派胡言！明明是那庶女自己心思歹毒，自食恶果。月丫头，你放心，这是苏家替你澄清。老夫人不必动气，流言止于智者，越是急着澄清，反倒越像欲盖弥彰。月儿，事情我已经知道了，你放心，我也叫人去查了，定会查个水落石出。我一定会揪出那个散播谣言之人。我今日过来还有一事，月儿，我再次向你提亲，这一次没有算计，没有阻碍，你可愿再给苏家，给我苏景泽一个机会？哟，这就是那位把亲妹妹送进教坊司的大小姐，生的倒是一副好皮相，心肠却比蛇蝎还毒。可不是嘛，
听说林大人贬官岭南也是被他克的，这种丧门星，苏将军竟然还敢加倍礼聘。诸位，既然对我林家的家事这么感兴趣，不如直接来问我这个当事人。问就问，你把亲庶妹送进教坊司，这可是灭绝人性的勾当，你承不承认？承认，不仅承认，这状纸还是我亲自递进京兆府的。但我请问诸位，若是有一个人与外男勾结，在保家卫国凯旋回来的将军酒中下药，甚至想通过毁掉将军清白来抢夺婚约，置皇家的赏赐与边关的军系于不顾，这样的人按我朝律法该当何罪？我林月保的是将军的清白，守的是林府的佳音，难道为了成全一个败类，我就得搭上整个林家和苏家的性命去陪葬？这叫仁慈，还是叫通敌害灭？谁在背后称入非议本将军的未婚妻？玉儿，委屈你了，我来迟了。我苏景泽的命是林小姐救回来的，我苏家的清名也是林小姐亲手保住的。林小姐光明磊落，敢做敢当，哪里来的心狠手辣之说？今日我苏景泽把话放在这里，3天后我便以8抬大轿娶林月过门。谁若是再敢在背后散播谣言，污蔑我的妻子，便是与我苏景泽作对，与整个镇国将军府作对。你本不必亲自来，事关你名声，我岂能不来？上马，我送你回府。这光天化日，男女共乘，怕又惹闲话。让他们说去，我倒要看看，谁还敢在我眼皮底下嚼舌根。坐稳了。那告示是谁贴的？可查到了？是教坊所附近一个落笔秀才收了银子写的，但有一点可以确定，背后之人很熟悉你。瞧瞧这聘礼，64坛，一样不少。苏将军这是把家底儿都搬来娶林家大小姐了吧？林家二小姐进了教坊司，林大人被贬岭南，本以为这婚事要黄了，没想到苏将军竟这般重情重义，亲自登门迎娶。吉时已到，迎新娘子入轿喽！这才是真夫妻，患难见真情啊！这才是明媒正娶的大家风范，哪像那个庶出的，只会使些下作手段。苏将军英勇，林大姐睿智，这两人站在一块儿，那才真叫天造地设的一对。林月、苏景哲，我活不成，你们也别想好过。苏景安流放路上潜逃，潜入京城行刺命官亲属，你可知数罪并罚是什么下场？下场？我都这样了，还怕什么下场？苏景泽，我要你死！你无可救药，带走，主教京兆府就地正法。哼！苏景泽，下辈子我不会放过你的。月儿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伤到哪里？有你在，我不怕。啊！
那天在偏厅，当林婉说出那些话，当所有人都在劝我的时候，我真的以为我要失去你了。傻瓜，我答应过你，这辈子我绝不会让任何人把你从我身边抢走。月儿，成了，圣上准了我的折子，往后我不必再去边关驻守，就留在京中任职京畿禁军。准了，那往后我日日都能赶回来，陪你和孩子用晚膳。月儿，如今我已回京，苏景安也已在流放地伏法，这京城内外尽是咱们的人。你每逢宴会必带高手随行也罢，怎能在自家府里也这般紧张？景泽，你是带兵的人，当知未雨绸缪。我吃过这一次大亏，总得长一辈子的记性。好，都依你，只要你觉得安心，如何都好。阿爹，阿娘。姐，怎么突然不说话了？可是身子不适。景泽，我方才在想，那些咱们曾差点踩进去的深渊，深渊已过，往后皆是坦途。我只是在想，那个金光里的预言，终于被我们亲手改写了。